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在上期视频中，我们深入探讨了 ENFP 性格的各种特质，包括他们的性格特点、8大心理功能，以及在团体中的角色。我们看到了 ENFP 如何通过情感和直觉与外部世界互动，并用他们的热情为周围的人带来不断的积极能量。然而，这只是了解 ENFP 的开始。如果没有看上期视频的朋友们，欢迎点击上面这个链接来观看上一个视频。今天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 ENFP 如何在自由探索与价值观连结的环境中达到积极的心流状态。我还会分享一些发展建议，帮助 ENFP 在外部探索和内在反思之间找到平衡，发掘真正重要的事物。我还会带领大家探讨适合 ENFP 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帮助他们更好的发展。此外，我还会讨论 ENFP 常见的挑战，如自我认同问题、容易分心，以及完美主义带来的拖延症。我会提供实用的建议，帮助 ENFP 来克服这些障碍，并在生活中取得更好的平衡。最后，我将分享如何与 ENFP 更好的相处，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他们的情绪波动，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在视频开始前，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收藏这个视频，并关注我的频道。好的，那么就让我们现在开始这场心灵之旅吧。首先，在探讨 ENFP 的心流状态时，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最能够激发他们的最佳表现。对于 ENFP 来说，心流状态可不仅仅是全神贯注于某个任务，而是在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中，感受到与自己内在价值观的深度契合。心流状态就是一种完全沉浸在活动中的心理体验，它能让 ENFP 忘记时间的流逝，进入一种高度的专注和愉悦之中。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开门见山。ENFP 往往在自由探索与个人价值观紧密结合的工作之中，最容易达到心流状态。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工作中追随自己的兴趣和热情，发现新机遇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当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完成任务，而是能够在其中找到个人意义，并且这些意义与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相一致的时候， ENFP 就会感觉特别充实。这种感觉不仅能让他们感到非常快乐，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这一点对于 ENFP 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然后，自由和冒险的机会对于 ENFP 来说也至关重要。在不受严格约束，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环境中， ENFP 会表现得尤为出色。无论是提出新颖的点子，开拓未知领域，还是在复杂的社交场合中灵活应对， ENFP 都能在这种所谓的冒险之中找到乐趣和动力。就是这里的冒险不只是说去热带雨林这种狭义上的冒险，而是说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这种冒险，这个给 ENFP 带来的乐趣是非常大的。这样的环境的话，不仅仅能激发他们的潜能，还能让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并在这些探索中找到更好的自己。然后具体到我们大家的工作环境的话，就是如果 ENFP 的工作环境能够允许他们试验不同的方法，尝试新的事物，而不必太担心失败的后果的时候， ENFP 能够发挥出他们最强的潜能。所以冒险家这个词在 ENFP 身上可不是说，他们是真的会走出冒险的这一步，并且非常有可能会一鸣惊人的一群人。
不过这里我要提点一下，就是对于 ENFP 来说，除了外部探索，内在反思同样重要。为了真正找到生活中对他们最重要的事物， ENFP 需要学会在外部刺激和内心需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他们是一群天生就喜欢在外部世界中找到价值和存在感的一群人，他们还是会需要有足够的内在反思，以确保他们不会至于就是说迷失在无穷的探索之中。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你一味的只是去探索、发掘自我，那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好像经历了很多，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变得更复杂的同时，反而变得更加迷失了，然后最终就有可能会感到空虚、迷茫。如果你有相似的经历，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打个卡哦，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个例现象，是很多 ENFP 都会面对的，甚至是终身都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样子。好吧，其实也不能说是问题，只能是说就是有时候会迷失了方向，突然之间找不到生活的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觉得通过定期的内在反思，你可以更加好的去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明确什么对于你们来说是重要的。这不仅有帮助于你们就是说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找出最合适的那个决定，比如说在生意上或者说在职场上做出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那个决定，也可以帮助你们在心流状态中找到更深层次的那种满足感。总结来说， ENFP 的心流状态和发展机会紧密依赖于他们能否在自由探索和内在反思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的最佳表现往往出现在那些允许他们自由发挥，并且与他们的价值观紧密相关的工作之中。而通过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方向， ENFP 可以在探索外部世界的同时，找到真正让他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生活路径。ENFP 虽然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但是他们在生活中也时常面临着一些比较独特的 ENFP 需要应对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自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关注，以及他们在处理内在情感和外部需求之间的一些平衡上的困难，就是我前面说的那样。首先，自我认同问题是 ENFP 最常见的挑战之一，这个跟我前面讲的内容是有点类似的，这里我就是稍微展开再说一下。由于他们天生对外部世界就充满好奇心， ENFP 常常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探索外部世界和与他人的互动之中。这种对外界反应的敏锐感使他们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然而，过度依赖外部的反馈，甚至可能会让 ENFP 在某种程度上迷失自我。他们很可能会为了取悦他人，或者为了适应环境，而逐渐偏离自己真正的价值观和目标。你们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比如说，在职场之中，你为了迎合大家对于一个方案的看法，不显得自己就是说过于特立独行，或者只是为了维护团队之间的那种和和气气的感觉，然后呢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方案越做你是越不高兴，因为这个跟你原来设想的那种方案的初衷之类的就是差距越来越大。亦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为了迎合自己家里人对自己的期许，而去不断的做能够讨好自己家里人，但是会让自己变得不开心，或者压根就是忘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了。是不是有很多人有相似的经历？长此以往， ENFP 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追求外界认可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真实需求的把握。
最终导致你的内在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困惑以及不满，就是可能这些困惑和不满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积压而成的，导致到最后可能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是哪一个原因导致，比如说某一天心情特别不好，或者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会导致你突然之间就应激了这样子。所以跟我前面说的差不多，如果你想要克服这一挑战，那么 ENFP 需要的就是定期的自我反思，要不断的去审视自己的内在的感受以及自己的价值观，要确保自己的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愿望是相一致的。所以 ENFP 真的是不可以做一个伪君子，或者是那种在职场上溜须拍马的人的，这真的会让你非常的痛苦。其次，3分钟热度与分心是 ENFP 另一个非常常见的挑战，这一点是不是非常多的人都能够产生共鸣？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导功能是外向直觉，所以 ENFP 总是被外部的新奇事物所吸引。你看，就是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逻辑，因为要不断的往外界去看，所以呢 ENFP 就会不断的去追求新鲜感，使得他们在面对新的项目、新的想法时，可能会一下子就是充满热情，就是可能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现得更加积极。但是呢，这种热情往往难以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 ENFP 可能就迅速就失去了兴趣，然后转向其他更有吸引力的事情。所以结果就是ENFP 常常会在短时间内启动多个项目，却难以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要克服这种分心和3分钟热度的问题， ENFP 可能可以尝试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培养出更强的自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可以试一试将大型任务分解成小的可管理的步骤，ENFP 可以更容易地保持对这种任务的持续关注性。此外呢，我觉得 ENFP 比其他的性格类型都更加需要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比如与他人合作，或者寻求外部的监督，这都非常有助于他们能够更好地坚持到底。最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是 ENFP 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ENFP 往往对自己设定很高的标准，他们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创意和项目都能够达到完美。然而，正是这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常常导致他们陷入拖延的困境。当面对一个重要任务时， ENFP 可能会因为担心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而一再推迟开始。他们可能会感到任务过于庞大或者复杂，从而陷入一种迟迟无法动手的状态。要克服完美主义导致的拖延， ENFP 需要学会的就是接受不完美的结果，并认识到完成比完美更为重要。这个和前面的那一点其实又是有一点点相关联的，就是当 ENFP 面对一个大的任务时，在起初可能就是会充满热情，然后呢就是哇，我马上就要去投身于此。但是很快就会因为这个任务有很多细枝末节的部分需要考虑，或者是发现自己一开始的设想并没有自己预期的那么好，从而就一拖再拖，或者是干脆就不干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ENFP 会非常需要去通过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和目标来减少对结果的过度担忧。就是你不要说把一件事情放到10年那么长的长度去做，没有必要。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范围，比如说3个星期，你要是能在3个星期内做到你的最好，那就好了。你不用的一味去追求所谓的完美，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子，用来定义他们心中所谓的完美。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不需要为了让自己达到别人心中的完美，而不断的去牺牲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去
逼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是这样。这一点和前面的讨好型人格的问题又是相关联的，就是他人的看法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可以给你注入一些新的灵感，但是他人的看法永远只是他人的，不属于你。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而去奔走，去劳累自己。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把注意力重新转到自己的身上，好吗？总的来说， ENFP 在处理以上提到这些挑战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种平衡。你们需要保持对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是你们性格天生赋予你们的一种超能力吧，可以说，就是你们对于外界的那种敏锐度。但是呢，要确保你们的行为和决定能够与你们的内在价值保持一致。OK， 就是千万不要去做自己就是说非常违心的一些事情。通过定期的自我反思，设定清晰的目标，并学着去接受不完美的结果，你们一定可以更好地克服这些困难，并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满足感。那么我对 ENFP 有什么自我提升上面的建议呢？首先，对于 ENFP 来说，自我提升是一项持续性的任务，需要在繁忙的外部探索与内在反思之间，不断的去找到这个平衡点。以下我罗列出了一些建议，可以针对性的帮助 ENFP 更好的理解自己，并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首先， ENFP 特别需要独处和反思，这个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可能你们已经听腻了吧。但是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对于 ENFP，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的性格来说，所有的外向型性格来说都是如此。独处时，你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情绪和内在需求，来具体的去审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才能在长期的发展之中帮助你们厘清生活中的真正优先事项，避免被外部世界的喧嚣所淹没。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每天所接触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你所需要的，所以你需要去定期的去消化和吸收那些于你来说有用的信息，然后忘掉那些没有用的。而在这样做之前，你必须对自己的需求、对自己的内心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好，然后其次呢，学会说不，对于 ENFP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 ENFP 天生就喜欢帮助别人，常常倾向于答应别人的要求，而不是去拒绝。这导致 ENFP 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了自己的需求以及自己的价值观。然而，盲目接受所有的请求，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负担过重，并最终导致内在的焦虑以及不满。因此，在做决定的时候， ENFP 所需要最先评估的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符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然后如何来做这个审核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内省的过程，所以这边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你们发现与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符合的，那你们会需要去勇敢地说出不这个字，为自己保留更多的精力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对于你个人成长更有意义的事情，好吗？因为每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然后避免分心与3分钟热度以及培养责任感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你们可以尝试设定更加具体的目标和时间框架，来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你们呢，会需要去建立一个比如说有支持性的环境，与可靠的合作伙伴合作，在团队或个人项目中不断学习并强化如何正确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并全力以赴完成每一个任务。我这里说正确是指
你们不要因为自己太善良，或者说同情他人，而帮助别人承担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出于完美主义而不想要承担领导者的责任。这不仅关乎结果，更是培养自己的一种承诺以及毅力，可以帮助你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对于你们长期的个人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通过定期的自我检查与内在反思，来就是说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们有时候可以主动的去找别人聊一聊别人对你的看法，虽然像我前面说的，别人的看法始终只是别人的，他们的看法正确与否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你只需要从别人的这些看法或者说意见中提取到那些与你有益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可以就是说勇敢的去问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敢去问别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同事好了，我最近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之类的，就是大家可能会不敢去问，但是我会特别鼓励 ENFP 去从别人那里汲取一些灵感吧，可以这样说，来帮助自己内省和提升的一些灵感，而不是全盘接收哦，因为不是所有别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牢记于心。好了，最后平衡情感和理智对于 ENFP 来说至关重要。我知道你们的情感非常丰富，而且你们经常会倾向于通过情感来做出决定，而不是逻辑。但是你们一定要理解或者说认识到的一点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理性的分析同样重要。你们可以刻意的去培养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来补充你们的情感判断，确保在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成为如此，但是如果你们能做到同时将自己的感性天赋和理性的能力放置到一个解决问题或者说做决定的过程中，你们真的会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你们真的就是可能会完全没有弱点。好了，总的来说， ENFP 通过这些策略呢，可以更好的管理自己的生活，找到合适自己的平衡点，在享受外部世界的同时呢，也可以保持自己内在世界的一种宁静吧，可以这样说。好了，现在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到与 ENFP 的相处之道上吧。ENFP 自己也可以认真倾听一下这部分的内容，来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这一点其实也非常重要，对于你们来说。首先呢，我们都知道 ENFP 是比较容易就能跟一个人建立联系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走进 ENFP 的心里，或者建造一个牢靠的合作关系，那么当你与 ENFP 相处的时候，理解和尊重他们的独特特质至关重要。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试图压制他们的探索精神。ENFP 天生就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他们需要这种自由的去探索新事物和新想法。如果你试图限制他们的行动或者控制他们的选择，会导致他们的潜能无法受到发挥，也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受到束缚。我觉得与 ENFP 相处的一个概括就是，你千万不要自我感动，感觉说我都是为了这个人好，所以我才会给他这些建议，或者说让他不要去做那些冒险的事情之类的。你千万不要陷入这种自我感动之中。ENFP 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以及尊重，你不需要说通过一些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拴在身边，你不如试试把空间让渡给他们，让他们自由地去探索，自由地去发展，反而可能你体现出来的这种尊重、理解、包容，会让他们与你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后与 ENFP 相处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可能你需要去容忍一下，或者说多多的去理解他们的情绪波动。
因为 ENFP 的情感丰富程度我们也都是知道的，所以情绪波动在他们身上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情感的起伏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投入，所以我们作为他们的朋友、同事或者伴侣，应该为他们这种热情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去过度反应、过度解读，甚至是批评。这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和谐。比如有一些 ENFP 的朋友可能突然之间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就马上感觉天崩了，感觉崩溃了，然后呢跟自己的朋友疯狂的诉说诉苦这件事情，然后朋友可能就急坏了。但是我觉得正确的相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让他这一阵先发泄完，你安慰一下，然后很快你就又会得到一个非常阳光积极、非常快乐的一个 ENFP， 就是这样子。注意了，我不是让你坐视不管啊，就是你只要做好一个倾听者的身份就好了，你不需要说去给这个人建议，或者说支招之类的，这些可能都不太需要。你情绪价值给足之后，船到桥头就自然直了。ENFP 有时候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情绪价值。好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及时的外部反馈，对于 ENFP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跟我前面说的内容非常的类似，就是因为 ENFP 非常在意他人的反应还有反馈，缺乏及时的回应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或者困惑，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之中还是说个人关系之中，如果你能时不时的根据他一些行为给他一些反馈，不论是积极的还是说一些有建设性的一些提议，你懂的，建设性的一些提议，都可以让 ENFP 感到自己是被理解或者被认可的。就是他们做不了那个溜须拍马的人，他们也不需要身边出现溜须拍马的人，你只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他们就会非常的高兴。你如果藏着掖着，他们反而会陷入一种忧心忡忡的这种状态之中，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你们的良好建议，或者说你们给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的那种肯定的眼神、肯定的目光之类的，这种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虚无缥缈的一种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些强心针，这对于他们的自信心和动力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ENFP 的朋友，不妨时时的就是去鼓励鼓励他们。好了，然后最后的话，在工作环境与领导方式上，为 ENFP 创造一个允许自由思考和创新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和第一点几乎就是一样的内容，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的下属中有 ENFP 性格类型的人，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鼓励他们提出新点子，无论是什么样的天马行空的幻想也好，还是说特别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的一些想法也好，你就让他们提出这些新点子，你就听听，你不一定真的要采纳，只要你有给他们感觉，就是说你给他们这种提出自己内心看法的空间，他们就会感觉好像说热血澎湃，就是会希望为这个团队付出更多。然后呢，在一些特定的项目，或者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好的项目中，可以适当的给予更多的自主权，避免过度的微观管理。因为你们这种微观管理，说好听了是管理，说不好听了其实是一种束缚，所以就可能会严重削弱他们的创造力以及工作热情。所以呢，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觉得在管理 ENFP 或者与其类似的员工的时候，你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同时呢，要允许他们灵活地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你会发现你的工作量减少了，同时你的员工，就是说或者说你的下属，
比之前要更有活力了，这样子。好了，现在呢，我非常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如果你是 ENFP， 或者你身边有 ENFP 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里分享你们的经验和故事。你们是如何应对刚刚提到的那些挑战的？有哪些策略对你们特别有效？或者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探索世界和理解自我的过程之中，已经找到了一种属于你的独特的平衡？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ENFP 的内容，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我会尽力解答，并在接下来的视频中继续探讨你们所感兴趣的内容。期待你们的反馈与分享，这不仅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 ENFP，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心灵的旅途之中找到共鸣和支持。然后在下一期视频中，我将深入探讨 ENFP 的爱情观，揭示他们在爱情中如何通过外向直觉和内向情感表达自己独特的爱意。我们会分析 ENFP 在爱情中的一些常见的挑战，比如容易冲动、追求新鲜感，以及如何在情感中也找到平衡。此外呢，我还会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帮助 ENFP 在恋爱中避免迷失自我，保持一段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ENFP 在爱情中的表现和成长方式，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期的视频哦。记得给我的视频多多点赞、转发、收藏，也别忘了要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聊，拜拜。